穿越后，我帮竹马打架，到了才发现对方是满街蛇妖，我忙将竹马护至身前，对大妖竖了个中指，等着瞧，一会儿弄不死你。师姐，你疯了吗？这个手势在蛇族是要和他交眉的意思，本来就打不过，这下彻底完蛋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金双手是雄蛇求偶的手势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他们蛇族有病吧？我刚穿来那天正在遭受化髓之痛，正想看看是谁害我，就听见身旁人说：“活该！他意图陷害楚楚，自己跳的化髓池，现在被反噬了。”那没事了，我挑了个舒服的姿势卧着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死样，随他们审判。中途因为无聊，还伸手拨了拨池水，不好，是硫酸。我疯狂甩手，最终我被禁足了1个月。众人散去，池边只剩下那个揭发我阴谋的小师妹。有事？你不是白茯苓，对吧？我浑身一震，抬眸看着他的眼睛。你也是穿越的？他也是一样，眼睛越来越亮，像王八看绿豆，像屎壳郎找屎壳郎，对眼了明悟了。老乡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这是一个万族共存的世界，男主季子修就是那个命中注定会统一万族的天骄，而女主薛楚楚则会和他经历一番虐恋后，与他心意互通，助他成为万族之主。等等，我穿的不是女强文吗？怎么给我丢男频了？退兵！退兵！这你别管。我要说的是，季子修和薛楚楚就是主角龙傲天，你和我就是推动他们感情发展的工具人。总之，我们这些穿越者必须老老实实做剧情任务，不能背叛人设，否则就要掉血，血掉完就会被抹杀。每个人的初始血量都是1，要靠做任务提升血量，血量达到99加才能脱离世界。不过血量越高，任务越难。我穿来3个月了，目前才10点血而已。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任务面板查阅，你再等一会儿就能看见了。那你刚刚给我喂丹药，算不算背叛人设？我操，掉血了！他看了看面板，拍拍小心脏，恢复了。对不起哦，忘了你是队友了。我之前的血都是靠扇巴掌加的。这么久就没人打你？嘿嘿，我的保命技是瞬移，上来就跑，没人能追上。以后有你跟我一块做任务，就容易得多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我骗你干嘛？难怪他这么积极的帮我，原来是找人分摊仇恨呢。总之，我们就这么组队了。叫你欺负楚楚，看我砸不死你！小师妹每天都会来给我送药，为了不背叛人设，我俩一见面就激情互喷。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屈服的。这里面记录了所有种族的习俗和礼仪，你可一定要好好背。好的，一定。我满口答应，转头就扔到一边。没日没夜的修复仙髓，这个仙髓一天不修复，我就一天睡不着觉。我可不想做谁都能踩一脚的废柴。至于什么万族礼仪，以后再背也不迟。小师妹给我传音，刷任务了，速来！我看了看面板，这是一个重要任务，只要我帮季子修打架，得到季子修的原谅，就能加5点血量。我一个滑步冲到季子修身旁，子修哥哥，我来助你。刚落地才发现对面竟是满街大妖。这世界虽说万族共存，但其他种族都修成了人形，只能靠背后的魂火辨认。满街什么概念？季子修作为男主都才6阶，宗门的师尊活了300年也才9阶，这能对吗？我也没想到是这样的，怎么办？我忙躲到季子修身后，发现所有人都在看我后，等着瞧，一会儿弄不死你！谁知话音刚落，大妖竟刷得红了脸，为他助威的蛇妖们全部露出惊恐之色。赛前标点垃圾话不是常规操作吗？至于吗？师姐，你疯了吗？这个手势在蛇族是要吃和他交眉的意思，本来就打不过，这下彻底完蛋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举双手是雄蛇求偶的手势，你在挑衅什么？不同种族之间文化差异怎么那么大啊？有病吧？哼！我给你的万族简史，你到底看没看？就那一大摞书，我就知道你没看，爱死死吧！我宁愿被抹杀，也不跟你这个小可爱在一起。
连鞋都扔了，捏了个剑诀就跑。我屏住呼吸，回头，大妖神色阴郁，背后的魂火体积暴涨，瞬间遮天蔽日。找死！不是吧？他怎么变这么大？我转身要跑，一道黑气瞬间抓住我，季子修急忙施法救我，反被一道罡风打到吐血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样挑衅本尊？哥，你等会儿。虎鞭啪的落在背部，我被抽飞了好几米。然而，比疼痛先来到的是突然变亮的任务面板，任务完成度+1，血量+5。我去，这叫什么呢？太轻了！你是在跟我调情吗，小美人？我做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不知道，你的身材很曼妙，有本事打死我啊！说完，我拔腿就跑，边跑边吃止痛丹药。找死！好爽！再来！美人嗔怒，爽哉爽哉！你知道你愤怒的时候，小脸红扑扑很惹人爱吗？你知道你动起来身姿有多妙吗？打重点！没力气了吗？美人，你怎么能为了别的女人打我？我腹中可是有你的孩儿啊！我不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！我重生了，重生在被美人折磨而死的那天。这一次，我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！太嚣张了，杀了他！闭嘴！杀不掉啊，根本杀不掉，越打血量越高。明明是个2阶弱鸡，打着打着成5阶强者了。血量越来越高了，心里美滋滋。你们人族真是恶心！直接加了半管血，这哪是蛇妖，他明明就是祥瑞！傅灵，双亲的魔头竟把你打成这样！什么魔头？那是你齐哥，没大没小。子修哥哥，我没事的，不过些许小伤，只要能帮到子修哥哥，琳琳什么都愿意。季子修赶紧扶住我，眸中顿时生出一缕歉疚，正要说什么，忽然看到了一旁的人影。我就知道，这个破系统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搞三角虐钱的机会。看来是不必营救了。楚楚，我……季子修，倘若被掳走的人是我，你会这样焦急四处求人去营救我吗？大概是不会的，因为我不会哭，也不会闹，总是那样顺理成章被忽略。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他。不是这样啊！为什么每一集都是这种青春疼痛剧情啊？我揉了揉脑门，一转身就看到了小师妹，她背着一包金币，正准备跑路。师姐，我是小可爱。回到房间，第一件事就是翻出那套万族简史。当初我不屑一顾，现在我逐字拜读，读到一半，页边的一行笔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万族试炼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这本书上笔记很多，唯独这一行醒目，因为它是简体字。万族试炼是你写的吗？不是我写的，我都不知道万族试炼是什么。你声音怎么黏黏糊糊的？我被人打成猪头了。嘿嘿，师姐，你那法子真好使。我刚刚去挑衅薛楚楚的仇家，被打了2个小时，直接给我加了20点血量，真是太爽了！要是每天能被打几个小时就好了。不要把这种事说得这么变态啊！我与小师妹研究了一会儿，一致认为那行笔记是上一个穿越者留下的。至于万族试炼，我查了查，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赛事，奖品特殊，无法通过任何赛事以外的渠道获得，所以几乎所有修炼者都会参加。万族试炼每3年开启一次，下一次的开启时间就在月底。我决定参加一次试试，虽然不知道上一个穿越者说的最后的机会是什么，但管他呢，有早没早，先打2竿子。转眼到了月底，我和小师妹进了万族试炼场。试炼场呈圆形，大的没边，即便站着上万名参赛者都不显拥挤。环顾一圈，我居然看到了荣奇，我兴奋地同他打了个招呼，他皱了皱眉，扭开脸装没看见。本次试炼为1对1随机匹配，比赛核心是剑道，所有参赛者必须持有10品以上的名剑，才有资格进入试炼。为了公平，试炼场提供了1万把名剑，参赛者只要在1个时辰内让名剑认主，
仍然有资格进入试炼。规则一宣布，没有剑的参赛者便纷纷冲过去抢剑了。为了让明剑认主，花招百出。好想看高岭之花丑态半翻的样子啊！然而容器连脚都没动一下，一伸手，一把极品名剑便飞入他手中。他握住剑柄，一用力，瞬间就被驯服了。我去，满街强者，恐怖如斯！我大失所望，冲进人堆里抢剑了。观察半天，发现这些名剑都极其高傲，不愿被人匹配。连那些8、9阶的强者都没办法，这我有啥招？我是秦始皇，我并没有死，只是被奸人谋害，沦落至此。只要你肯威我500，助我复国，事成之后，我封你做大将军。我没有500怎么办？那你可走运了，我现在事业刚起步，急需一把好剑，你只要做我的配件就能入股，干不干？行，那说好了，事成之后要封我做大将军。包的。名剑杀意技能，每次挥剑可造成敌方生命值10%的伤害，该比例随敌方生命值降低而递增，最高不超过20%。大招我是秦始皇，威我500，说明剑主只需大喊我是秦始皇，威我500，便可使名剑进入极限状态，造成敌方生物值75%的伤害，每使用一次，名剑折损率加1%。这个大招名字是你刚想的吗？我觉得这样很有气势呢。是错觉吗？我怎么有种上当了的感觉？时间结束，场上完成名剑认主的只有2000人，剩余上万人全部被淘汰了。小师妹也得到了一把名剑，我亲眼看到她挑了一把最弱的剑，使劲扇她耳光。小师妹就一边吃止痛丹药，一边扇，终于把名剑给扇服了。确定参赛者资格后，试炼场就开启了随机匹配。很快，天上的云就排列成了一排排匹配结果。说是随机，也不能这么随机吧？满街强者怎么会匹配到5阶若愚呢？就是啊，还有必要比吗？这殊死不是一目了然吗？他们同情地看向我，然后就看到我盯着荣奇，露出了变态的狂笑。而荣奇愣了愣，拔腿就跑。不是，我没看错吧？蛇族尊主居然会派一个5阶弱鸡？有谁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出100个金币，我不能清楚这个，今晚睡不着了。不过来不及搞清楚为什么，就被拖进了各自的副本。我本想继续薅荣奇的羊毛，谁知一进副本他就没影了。无可奈何，我只好先杀怪。这个副本需要杀怪攒经验，等经验条满了才能挑战大 boss。我狗狗碎碎观察了一圈，发现只有入口处的几个长毛怪实力在7阶以下，于是我冲向长毛怪拔剑。我是秦始皇，威我500。一上来就用大招，这叫开山震虎，宝贝儿。我说着，趁热打铁，刷几下平 A， 经验条瞬间涨了0.1%，太慢了。我又试着去挑战更高阶的怪物，没想到那些怪物居然边打边回血，我只好回头继续杀长毛怪。长毛怪刷新一次，我就杀一次。我是秦始皇，威我500。你有病吧？你见过谁斗地主一直出王炸的？演都不演了是吧？我折损率都20%了，再打下去要成废铁了啊！当我的经验值来到了5%，几个长毛怪也崩溃了。你有病吧？哪有人在一个地方一直刷不换地方的？旁边那么多怪你不刷，你眼睛瞎吗？为首的那只一把扯下假发，原来你是光头啊！是啊，你这个冷漠无情的人，你满意了吗？对不起啊，可是我才5阶，除了你们，别的怪我打不过呀。我们已经2天没下班了，你还没刷够吗？你难道就没发现自己的战力已经提升很多了吗？你再去打8阶的怪物，努力就打过了。可是我不想努力呀。长毛怪集体沉默了，用一种想骂人又深感无力的眼神看着我。那怎么了嘛？不想努力，人之常情啊。几秒后，长毛怪仰天长叹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粒小药丸。我把这个给你，你别刷了，行不行？这个宝物本不该现在掉落的，但是我确实熬不住了。这是什么？物品信息：一颗后悔药。物品说明：如果回到18岁，你是否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？这个果子能让人回到18岁，那我岂不是能直接回到原世界？不对，要是真有这种吃一口就能脱离世界的好东西，穿越者们又何必拼死拼活做任务呢？还是谨慎些的好。
长毛怪说的没错，我的确能打8阶怪，虽然需要耗费更多时间，但增加的经验也是长毛怪的好几倍。我信心大涨，反复刷了好几遍，直到我试图挑战9阶怪时，和荣奇狭路相逢了。他一剑秒了9阶怪。是你？巧啊，美人。好奇怪，他看到我居然不跑了，总感觉他气场不对，于是扭头就跑，岂料下一秒就被一道剑气砍出去好几米远。这一次我没有再收到加血的通知，反倒是生命值在急速掉落。凭什么？在副本里痛也是真的痛啊！估计是因为在副本中被打死也能复活，所以这些伤害被系统判定无效了。怕了，可惜你不会再有上次那样的好运气了。剑魂说：“啧啧，你说你惹他干什么？止痛药都快吃完了，我看你怎么办。”喂，你干什么？复活机会只有3次，你就算用完也不可能打得过他的。闭嘴！荣奇淡漠地看着我，眸中只有轻蔑，他绝不会认为我能对他构成任何威胁。我勾唇笑笑，对他竖了个中指。找死！喂，你好歹等他走远了再复活啊！你这样，咦，他怎么回事？荣奇一愣，变成了一条小黑蛇。原来后悔药所谓的回到18岁，是身体回到18岁啊！幸好我留了个心眼没吃。你说你们蛇族怎么就非得跟着这个枝过不去呢？刚才你要是不跟我急，我还真没机会把后悔药喂你嘴里。无耻之徒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100岁老人重返18，你该谢谢我。我站起身，抡圆了胳膊，用力把他扔进了怪物窝里，然后转身就跑。剑魂回头看了会儿热闹，太阴了。这叫智取，宝贝儿。我不知道后悔要持续多久，在龙卷恢复之前，我得赶紧想办法通关。别看了，这数量1人1口唾沫都能淹死你。担心龙奇打回来，我又刷了几十欧冠，花了一大堆保命的宝贝，连续搞了几天，丹药都吃完了，我有点扛不住了。去河边打水时，我看到了一条伤痕累累的小蛇，看样子是想喝水，却坚持不住，昏倒在了河边。这不会是龙玄吧？他这样子要持续多久？永远，除非副本崩塌。我返回河边，小蛇还昏迷着，我蹲着看了半天，我也不是什么大恶人，看到受伤的小动物，心里总会有点犹豫。这小燕尾巴都被踩断了，应该吃了不少苦。明明只要用完3次复活机会就能被踢出副本，他为什么就算蹄都被踩烂，也非要留下来呢？反正在副本中，他永远都是条小蛇，对我没有威胁。而且我俩早晚要出去的，没必要把事情做得太绝。一滴滴河水浸润下，小蛇缓缓恢复了生机。它抬头，绿油油的小圆眼看到是我，急忙往树林里钻去。嗤笑一声，擦擦手，朝庇护所走去。直到走远，小蛇才探出半个脑袋，小心翼翼地观察我。冥剑折损率已经超过50%，暂时不能用了。我生了一堆火，找了块大石头磨剑。过的尽是穷酸日子。我拿你去搅粪。副本的天气与现实世界一样，会随节气变化而变化。这一晚树叶纷纷落尽，天上下起了大雪，气温骤降。我虽然有火堆，但睡得也不咋好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看到一条黑蛇小心翼翼地靠近了我的庇护所。我虚闭着眼，但黑蛇只是偷偷观察了一会儿，便蹑手蹑脚游向火堆，在离我最远的地方团成了一团。原来是冷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黑蛇早已经没了影子。入夜，在确定我已经睡着后，它又来了。接连好几个晚上，它都是这样，趁我睡着偷偷跑来蹭火堆。往复几次，我忍不了了，一把捏住它的7寸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问你，每天鬼鬼祟祟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没鬼鬼祟祟，我只是太冷了。算了，这个洞送给你好了，我重新再挖一个就是。冥剑已经修复，我要去刷怪了，确实也用不上这个庇护所了。走出去几步，小黑蛇呆呆地看着我没动，快看不见我人影时，才屁颠屁颠追了上来。它一个黑蛇摆尾拦在我面前。等等，你能不能带上我啊？你一个人是通不了关的，带上我可以带你去找大 boss 剑族，教你如何通关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身体无法恢复，只能和你合作通关。骗你对我没有好处，我只要一样东西，
剑祖被击败后会掉落一颗魂石，那时幻境会开启决斗，让我们争夺魂石。我不会要求你让给我，我会把战力压到和你同一等级，跟你公平竞争，如何？那你立个魂誓。好，我发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诛地灭。荣奇告诉我，要挑战剑祖，绕不开的一个步骤就是把经验刷满。我只好没日没夜的刷怪。好在荣奇懂一些铸剑术，我白天用完名剑，他晚上就能修复好。我刷怪的时候，荣吉也没闲着，要么清理庇护所，要么四处拾柴，有时候还会配合我钓鱼。具体方法就是我用根棍子把它倒吊在河面，有鱼游过，它就一口咬上来。副本里的日子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我的经验就刷满了。这天夜里，我们围着火堆烤鱼。剑祖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就连我也挡不住10招，所以要另辟蹊径。什么？用剑祖的招式打败剑祖。我手里有一颗石庭空间果，空间内的时间流速是空间外的1/1000。好，你需要每天去单挑一次剑祖，记住他的招式，然后回到石庭空间反复练习。我会教你一套保命心法，用真气锁死生命值，保证你每次都能从剑祖手里逃脱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得到那颗魂石呢？我要用魂石复活一个人。爱人？不，是哥哥。我和哥哥是双生蛇，感情很好。我们从小的愿望就是修仙，然后变成人。可那时的世界，蛇还是很低等的种族，他们认为蛇族阴冷狡猾，没有任何宗门愿意收蛇族。直到有一天，山外传来消息，说剑宗正在招收弟子，无论什么种族都有机会被选中。哥哥高兴坏了，带着我去剑宗。可我们到地方后，看到的却是无数的捕蛇人。我们拼了命地跑，可我身体瘦弱，很快就被追上了。哥哥本来已经逃掉了，发现我被围，他回了头，挡在了我面前，然后你们两个干什么？哥哥，太过分了！再让我挠死他们！你们两个够了。好了好了，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，别哭了。其实幼蛇死亡率很高，我们蛇族早就习惯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小动物生存这么艰难，我不该给你喂后悔药的，对不起。没事的，本来也是我先动手的，不怪你，真的。第二天一早，不愧是大 boss， 实力相当恐怖，我打了2分钟就不得不逃命了。回庇护所后，荣奇给我开了石庭空间，让我进去疗伤训练。第2次，我能在剑祖手里活过5分钟了。第3次，第5次，我反复单挑，反复学习，10几天的时间，跟剑祖交手了几百次，战力越来越高，7阶、8阶、9阶。9阶之后，我的战力再也没有涨过。在空间中练了整整3年，甚至荣轩把自己所有的心法都教给我了，我的战力却还是纹丝不动。你的仙髓是不是坏过？可我已经修好了呀。没用的，坏过了就不再是完美的仙髓，再怎么练也无法突破9阶的。那就永远也不能通关了吗？荣奇没说话，但眼睛里难掩失望。我席地而坐，忽然想到了一件事。这些天我跟剑祖交手了几百次，还是无法将他击败。他太快了，快到我常常觉得自己在跟好几个人交手。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打不过他的，但如果有10个人，我相信一定能赢他。你想说复制？我们倒有一些复制果实，但复制出来的只是虚影，根本没什么用。不是复制，我在万族简史里看过你们蛇族的历史，蛇族繁衍艰难，必要时雄蛇也能产卵。要是一次生出10个，在视频空间养大，修炼到满阶，和我一起打剑族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也是没办法。算了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就这么一听。你要是实在不愿意，一会儿就让明剑把我们挠死，早点离开这个副本。空气安静了许久，我甚至能清晰听见树叶落下的声音。就在这片寂静中，荣奇开口了：好，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荣奇取了我一滴血，剩下的就不让我看了，独自进了视频空间。我等了一会儿才进入空间。这时候空间已经过去了几个月，荣奇刚好产完卵。生啦，
几个呀？白福灵，你若赢不了，就死定了。能赢，包的，包的。带好，月子期间可不能收粮，不然老了会头疼的。没想到荣源反抗起来这么可爱。离开视频空间，用最快的速度捞了几百斤鱼。等我回去，孩子们也正好孵化了。我看着一地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孩，哽住了。讲真，蛮诡异的。说啥呢？我打死你啊！你为了别的男人打我。你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命苦。你变了。怎么，蛇老珠黄配不上你了？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产后抑郁了，你清醒一点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吧？哦，果然，女人没一个好东西。笑什么？嘿嘿，天生爱笑。哼。孩子们在视频空间里长得很快，一个白天过去，他们就长大了。当荣期带着他们离开视频空间，他们的实力已经在我之上了。这一天，我带着10个孩子正式挑战剑组。从前总是面无表情的白发女人，你很像一个人，他也曾抵达此处。什么意思？别的穿越者？你说的他现在在哪里？他啊，运气不好，差一点，只差一点点。我不明白，你会明白的。他告诉过我一句话，通往铁岭的路不止一条。是罗马啊，不是铁岭。通往铁岭的罗马不止一条。够了，我说够了。但抵达终点却需要一点运气。他眸光熄灭，挥剑向我劈来，我急速后退，11个人迅速摆好阵法，将他围困其中。和我算好的一样，不到半个小时，剑组就被击败了。剑组生命值归零的瞬间，荣奇恢复了人身，我们的10个孩子消失了。我在副本中得到的一切都被收回，战力掉至6阶。荣奇顿了顿，施了个法咒，将战力压至6阶。来吧，公平竞争。我战力虽然掉回6阶了，但这些天在副本里不停训练，战斗经验却没有忘。但在我们2人即将触碰到魂石的那一刹，哎呀，抢不过，真是太遗憾了。多谢。齐了，他还会说谢谢了。不过我放弃魂石另有原因。刚才和他对打，我听见了加血的提示，也就是说，按照原人设，我得到魂石这种好东西，就必须送给季子明。我可不想白白便宜了他。检测到秘境 BOSS 剑组已被击败，奖励白茯苓和容戳永久生命值加成。但由于我在决斗中失败，也得到了一个惩罚，我被缴械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冥剑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夺走了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被缴械，不能带你离开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更希望你能自由。对不起，说了要让你做大将军的。喂，你真以为我那么傻，会相信你那些鬼话？我选择你，只是觉得你比起他们还算有意思而已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这趟出来玩得很开心，下次再见天日，就不知道是几百年后了。小茯苓，来抱一下吧。这把剑为什么要这样杀人啊？离开副本，我才知道进入试炼的几千人里，只有寥寥100人通关了。为什么？你明知那把剑是我父亲的遗物，却还是非胜不可，让我被缴械。你我携手走过那么多风雨，难道我还不如一颗魂石？对不起，子修，这次就当我欠你。颠公颠婆又开始。回宗门后，我和小师妹开始对战。我在剑祖那里获得了信息，而他在他的副本里也收获颇丰。我们拼凑了一下，大致知道了曾经有几个和我们一样的穿越者进过副本，他们发现了另一条脱离世界的路。由于各种原因，他们没能成功。而那条脱离世界的路，很有可能就是抢走原本属于男女主的机缘，成为万族之主。我和小师妹沉默了一会儿，气笑了。散了吧，散了。笑死，怪不得会失败。还万族之主呢，我从小连班长都没当上过，而且那可是男女主啊。拉倒，拉倒。以后我们还是继续做剧情任务吧。找到借酒消愁的季子修，
夺走他的清白之身，然后故意让薛楚楚发现。在薛楚最伤心时，易容成薛楚楚的模样去质问季子修，然后被季子修当成真正的薛楚楚一顿狂亲。这是屎吗？这是屎吗？我觉得当个区区万族之主，应该也不是那么难。是啊，至于男女主，我看也没那么强。剑祖跟我透露过，以前的穿越者失败，估计是因为内讧。是啊，只要咱们团结一心，输不了的。对了，我刚刚在你的茶里下了毒，你要是背刺我，所有修为都会消失哦。哦，我刚刚也在你的甜点里下了蛊，你要是背叛我，灵魂就会永世为奴。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，真是巧了。那任务怎么办？系统说夺走季子修的清白，又没说要我亲自夺走。那我呢？你就忍一下吧，被季子修亲一下怎么了？最终，小师妹用傀儡术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但由于任务做的不完美，我俩没掉血也没加血，怪不得有些老老实实做剧情的也没能通关。离开剑道副本7天后，我再次见到了荣奇，是他主动找来的。是你啊，咱哥活了吗？我听说你一直在托人打听那把名剑的消息。你怎么知道？那把剑不可能再找到了，除非剑道试炼再次开启，但那至少要等几十年。我做了一把差不多的，你用着也许会顺手。我以为你不会想再见到我了。怎么会那样想？毕竟，你知道吗？蛇族一生只会生育一次。什么意思？所以你不育了啊？不是那个意思。幻境中的那次，不算的。哦，所以你找我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咋知道？不知道，就算了吧。一阵风吹过，他消失无踪了。我捋了捋头发，细细端详他送我的剑，很还原了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没有剑魂。不过等他成为名剑，就会有了。在我和小师妹的敷衍之下，故事剧情推动的还算顺利，终于要大结局了。万族试炼场开启的也越来越频繁，我和小师妹不敢错过任何一次试炼。小师妹修炼至8阶，而我因为仙髓不完整，始终无法突破9阶。没事儿，我8阶，你9阶，加起来就是17阶，打一个区区满阶的季子修不在话下。你把薛楚楚放哪儿了？没事儿，我还有个美男剑魂，也能顶半个薛楚楚。那玩意儿除了扇巴掌还会啥呀？算了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拼了！进入最后一个副本前，我去看了一次荣奇。其实那天我知道他为什么找我，只是我不能回应，回应就会产生羁绊，有了羁绊，就会丢失离开的决心。组队人数上限2人，任务目标找到所有对手，杀掉所有对手，然后活下来。毫不意外，这就是为了让男主能在一起发糖而特意设定的。除了这条，就再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规则了。算了，拼了！不出所料，刚现身就被追杀了。其实就算被追上也无所谓，只要不是紫蛇系，我们都能。他被人钉死在墙面，表情怪异，仿佛死之前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。不能吧？不能吧？这具尸体上并没有伪装术，他的确是季子修无疑。是你们？我子修哥他怎么没了？子修啊，是啊，他死了，所以我不能辜负他，我要带着他的那份赢到最后。不对，他满阶了，他什么时候满阶了？这个故事里他虽然很强，但总是比男主差一点。我明明记得入副本前他还是9阶，你不是薛楚楚啊？他也是穿越者，没看到面板啊？不，我是说，他不再是原来的薛楚楚了。季子修根本就是被他杀的。他是在一次次剧情轮回中灵魂觉醒的薛楚楚，他骗过了我们，骗过了季子修，甚至骗过了系统，用无害的外表把自己送到了终局之战，杀掉季子乌，吸走了他的全部修为。哼，被你发现了，季子修是我杀的，那又如何呢？难道他不该死吗？凭什么他一出现我就必须围着他转，所有伤心快乐都只为了他？
凭什么我受尽磨难，得到的奖赏却是一个男人不值钱的宠爱？凭什么要我做笼中困兽，去爱，去崇拜一个我根本看不起的人？得到魂石那天，我简直笑到发抖，因为我的灵魂终于自由了。我不必再为季子峰悲伤欢喜，也不会再被剧情左右，被强行配给季子峰。可我知道，这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只有离开这里，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薛楚楚的痛苦太沉重，而我的同情太单薄，我们之间只能有一个赢家，注定不死不休。我拼尽全力反抗，但目前来看，我和小师妹远远不是他的对手。几分钟后，我和小师妹彻底落入下风，被薛楚楚逼到了角落里。而小师妹那位能顶半个薛楚楚的美男，在这时颤颤巍巍地扇了薛楚楚一个巴掌，然后就被拍飞了。我和小师妹用尽最后的力气顶开薛楚楚，朝迷宫深处狂奔。得亏这个地图够复杂，可是这样一直跑也没用啊，他迟早会追上我们的。把你的仙髓换给我。啊，你是想能行吗？万一仙髓不匹配，咱俩都会修为散尽的。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，但抵达终点的人需要一点运气。剑祖说，曾经也有一个人抵达过这里，但他差了一点运气。我想赌一赌，我有没有这一点运气。反正我们已经别无选择，不如殊死一搏。横竖是个死，赌一把。小师妹的仙髓冲入我身体，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痛苦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气息从丹田飞出，牢牢缠住了那根仙髓。这道气息是荣玄教我练来锁死生命值的那一道。如果我在一开始就读了万族监视，我就不会招惹荣渊，不会再见到副本和他狭路相逢，他也就不会被我变回原形，被迫跟我合作，将心法交给我。一切的一切环环相扣，错了任何一环，我都接不住这根仙髓。原来这就是剑祖说的运气，只差一点，明明只差一点了。抱歉。恭喜宿主达成稀有成就，万族之主。恭喜宿主获得隐藏福利，常回家看看。宿主可自由脱离世界，并带一件物品离开，请宿主选择物品。我选择带走我的剑。我要带走我俩这些天一起攒的金币。再睁眼，我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。成功登上微信后，一通语音就急不可耐地闪了进来。是小师妹？不，或许我应该叫她夏子涵。我操，姐妹，你知道我一睁眼发现了啥？黄金1000位一克了！我刚穿越的时候黄金才400一克，现在都1100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咱俩一人能分5000万。本来我还有点后悔没有把明剑带出来，现在只后悔当初没有多囤点黄金。对了，薛楚楚咋样了？他好着呢，他好着呢。他现在已经是我的剑魂了，成为剑魂就永远和这把剑绑定了。一旦被我召唤，就必须为我而战，不觉得后悔吗？不，我只觉得自由。啥叫常回家看看啊？这破系统净给些没用的东西。是不是要唱这首歌啊？常回家看看。有病吧！我刚买的奶茶。原来是这个回家看看。也对，我俩都是万族之主了，回万族世界怎么不算回家呢？万族世界一点也没变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当初死在迷宫副本里的人都真的死了，到处都在开追悼会吃大席。原来故事结局之后，世界还是会正常运转。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